本期视频介绍一下如何在 VNGE44 版引入的 Rig 模块中为 FK 道具创建 IK 控制骨骼。首先科普一下 FK、IK 和骨骼的概念。玩工作室只要给人物摆过 pose， 应该都知道 FK 和 IK。而这里我用基本形状和文件夹搭建一个简单的机械臂来解释。搭建过程就不多做说明了，大家看看就懂。将物体都放到文件夹中，不仅是方便整理，而且文件夹可以改名，在后面的操作中更加方便查找。这个机械臂的关键是物体的层级关系，实体都放入文件夹中，这样文件夹转动的时候，实体会跟着动。于是，这些文件夹就成为了机械臂的骨骼。需要说明一下，在一般生活中，文件夹所在的位置，或者说红色小球的位置被称为关节，绿色圆柱体是骨骼，但在工作室中不是这样的，文件夹才是骨骼。骨骼旋转时会带动小球和圆柱，它们算是附着在骨骼上的肉。FK 道具一般用蒙皮绑定来将模型网格绑定到骨骼上的，但原理上差不多，骨骼带动网格的同时，也带动它的子骨骼。这就可以称为一个 FK 道具了。注意，对于这种用文件夹自制的 FK 道具，为了让文件夹的命名正确反映出来，做完后需要存盘并读取一次。好了，要给这个机械臂摆个角度的话，需要从负极开始调整。Base 骨骼会影响 A1、A1 影响 A2、A2 影响 A3， 最后决定 Target 的位置。这就是正向运动学，简称 FK。FK 方式简单且直观，但在实际使用时，我们的需求往往是想要将 Target 移动到特定的位置，这需要反复的调节 FK 中的各级骨骼，非常麻烦。如果是要做动画，让 Target 沿着某个轨迹移动，更是困难重重。那么如果有一种方法，我们只需要指定 Target 的位置，就能自动计算相关骨骼的旋转就好了。这种方法就是反向运动学，简称 IK。 以这个机械臂为例，显而易见的是，想要到达目标位置可以有很多路径。换而言之， IK 有很多不同的算法，根据算法和设定不同，会得到不一样的 pose。 但这个我们先不讲，本视频只介绍如何为 FK 物体创建 IK 骨骼。打开 Rig 模块，在 IK 页面点击最下面的创建新 IK 骨骼的按钮，进入创建向导。第一步就是选择需要创建骨骼的对象，这里在工作区中选中 Base。 这一页还可以设置 ID、简介和类型。对于这种骨骼不多的机械臂，选用 CCD-IK 就好了。CCD 是一种 IK 算法的缩写，这是一种通用的 IK。 第二步是选择需要操作的骨骼，也叫 IK 链。这些骨骼必须是有父子关系的，但中间跳过几代是允许的。选择的顺序也无所谓，最后按照父子关系构成骨骼链。CCD 算法至少需要2个骨骼。最后一步将创建文件夹作为 IK 目标骨骼，也可以从现有工作室物品中选取。这一步的设定创建后都可以改，不用太紧张。这样一个 IK 骨骼就建好了，所有 IK 都在这一页列出。点开最右侧的 G 按钮，可以看到 IK 的骨骼线。工作区中有新建出来 IK 目标文件夹，移动这个文件夹就可以操作这个机械臂了。IK 的控制器将计算 IK 链中的每个骨骼，让其中的最后一个骨骼尽可能的靠近创建出来的目标文件夹。这个目标文件夹可以随意命名，或者改变所在的层级，但不要轻易删除。在 Rig 模块中点击 IK 的名字，可以展开其详细设定。这些设定的具体内容我会在另一个视频中解释。Rig 中另外一种通用的 IK 算法是 FABR-IK， 这种算法适合节点比较多的 FK 物体，比如绳子、链子之类的。FABR-IK 的设定和 CCD-IK 基本一模一样，因为我们选的物品是支持 FK 的道具，所以这里可以从 FK 骨骼列表中选择。这里我全选了，但注意，如果节点太多的话 ，IK 可能会出错。
我的经验是不要超过40个吧。如果节点太多，用 IK 也很难控制整条绳子的形状。我们可以分段建立多个 IK， 这样更加有利于控制。要是不需要那么长的绳子，一半用 FK， 另一半用 IK 也可以。剩下的2种都是专用的 IK， 首先是 LIM-IK， 这个专门用于控制4肢，它看上去和 CCD-IK 差不多，但其实内部算法完全不同。LIM-IK 选择骨骼的时候一定要选3个，分别是肩膀、手肘和手腕，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当然，骨骼之间也要有阶层关系。4肢的目标文件夹创建时有一个额外的选项，可以设定一个手肘弯曲方向的控制对象。这种方式在人物的 IK 控制时大家应该都熟悉了。这种模式下操作 IK 的方法和一般人物的4肢 IK 操作一样，也无需多做介绍吧。让我们在左手上也加一个 IK。选择骨骼还有一个注意，第一个骨骼也就是上臂的骨骼不能是选中物体的根骨骼，不然计算方向会出错。如果你的物品的根骨骼就是上臂骨骼，那就在外面套一个文件夹吧。这次不创建弯曲方向的控制点了，为了便于区分，可以在这里就设定目标文件夹的名字。当然，创建了之后改名也可以。LIM-IK 中手肘的方向是由 Band Modifier 选项的设定来决定的。这里有 Animator、Target、Parent、Arm 和 Band 5种设定。Animator 只有在物品有动画的时候才生效。Target 的话，主要参照目标的旋转来决定。Parent 应该是参照腹肌骨骼来决定，而 Arm 则比较特殊。根据文档，这个选项会尽量让手肘弯曲显得自然。如果选 Arm 方式的话，还需要设定左右手。最后一个 Go 模式就是指定一个弯曲方向的模式。选中这个模式后，下方的 Band Go 按钮生效。在这里可以指定一个物体或者文件夹作为弯曲的方向。如果觉得其他模式得不到理想的效果，那就还是用这个模式吧，用惯的是最好的。Full Body Bib Add IK， 名字直译过来就是两足动物全身 IK。顾名思义，这适合给类人形 FK 道具创建一套全身 IK。实际上，除了骷髅、兽人、高达这种类人道具，猫啦、狗啦之类的4足动物也能用这个 IK。全身 IK 的骨骼设定就有点麻烦了，它需要设定身体、4肢等多条骨骼链。虽然有自动检测，但10之8九会找不全或找错骨骼。通常手动调整和确认必不可少。在窗口的上半部分是需要设定的骨骼对象，下半部分是骨骼列表，用于选择骨骼。设定时先在上面指定设定对象，然后从下面的列表中找到对应的骨骼。Spine 脊椎骨比较特殊，可以选择多个骨骼，其他的设定对象都是对应一个骨骼。这类道具通常都定义了 FK 骨骼，可以从 FK 列表中找，但有的道具 FK 骨骼密密麻麻，这时切换到树状视图更加方便。当然也可以用搜索功能，选中的骨骼会标注出来，方便确认位置。窗口最下方会提示设置中的错误和警告，请逐一设置骨骼，直到没有错误为止。上半部分的右上角有个 Eyes 按钮，可以选择眼睛对象骨骼，这是唯一不需要设定的，即便设定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最后一步还是创建目标文件夹，或者设定已有的目标对象。全身 IK 的目标比较多，所以就不一个个命名了，而是设定一个前缀。下面的2个选项，一个决定是否创建肢体弯曲的目标文件夹，另一个是否创建后打开所有控制点的权重。目标文件夹可以建立在对象物体的子集、同集或根目录，根据你的需要吧。这在创建后都可以任意改动，不必纠结。与此相比，有个更大的问题，骷髅的腿骨方向不对啊。这问题需要在 IK 的详细设定中调整4肢方向，调整方法放到另一个视频里面说明吧。这里先调整膝盖弯曲方向来凑合一下。打开 IK 骨骼的标志线，可以通过点击赭红色的目标标记
来选中目标文件夹。之后的摆 pose 操作就和人物的 IK pose 操作一模一样了。给 FK 道具创建 IK 控制骨骼后，可以大大提高设定 pose 的效率。如果想要给道具做动画的话，接下来用 NC 的方法也好， Timeline 的方法也罢，都非常的方便。这个视频就先介绍到这里了。IK 创建后还有很多详细的参数可以设置，以后再解释吧。大家玩得愉快。